群里小伙伴这段时间一直在催我石头扫地机器人的视频怎么还不出，今天就把这个坑给填上，不绕弯子，直接先说结论。扫地机器人有用，确实能让家里更干净，但它并不适合所有人。我先交代一下背景啊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用扫地机器人，买的是石头 P20 Ultra Plus 上下水款的。之前已经做过一期简单的开箱，但今天这期内容并不是评测，那些什么参数对比啊，各种测试内容，你们应该看的有太多了。我更想站在一个第一次买扫地机器人的真实用户角度，告诉你一些推广视频里面不会告诉你的真相。现在市面上不管什么品牌，那些测评都会重点的说这些能扫墙角啊，能跨门槛呀，避障有多厉害啊，拖得多干净，甚至往地上去倒液体做极限的一个测试。这些当然重要，但他们都刻意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：扫地机器人的清洁能力其实只对非粘附类污渍有效。什么意思呢？灰尘、头发、碎屑这些浮在地面上的这些垃圾，它清理的还可以。但如果你地上是那种需要用手抠或者用工具铲才能处理的那种酱汁、油脂、宠物留下的脏东西，那你就别指望扫地机器人了。类似这种很完质的地上的这种污渍，它是没办法的。这种原因其实很简单，所有扫地机器人都必须去保护地板，不能对地面施加真正的那种摩擦力，不管是扫地还是拖布，它都只是带走、吸走，而不是像人一样去用力擦，只能把非附着物扫进来吸走，或者是污渍拖干净。所以你不能指望它100%替代人工清洁。我用了差不多5个月时间，到现在依然会配合拖把、抹布和吸尘器一起完成家里的清洁。它的定位永远是辅助而不是终结者。而且你还要注意一点，就算它真的能把油渍、宠物留下的污秽给拖干净了，它内部的清洁反而会更麻烦，到最后你还是得自己动手。所以不光是石头，几乎所有扫地机器人你只能指望它除尘。如果你能接受这一点的话呢，它才适合你。那它有没有带来真正的改变呢？当然也是有的，而且很明显。我家自从使用了扫地机器人以后呢，很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一脚踩下去是踩灰的那种感觉，现在是干净安心的。还有以前特别难清理的地方，床底下、沙发底，只要机器人够薄，直接一次性解决。另外，如果你真的想买，这里我简单说一下选购的一个方向，不展开型号了，更新太快了。我这台买完没多久又出了新款。第一呢，强烈建议买自动上下水的，如果家里没条件改水路，那我甚至觉得可以先别买，因为扫拖换水的频率非常高，我现在基本是隔1天要拖一次，你绝对不想频繁手动去给它换水的。第二呢，看家里家居离地的高度，沙发、柜子能不能进，这比参数重要的多。这些决定你选购的产品是否达标。而第三呢，拖布的结构要知道取舍，像石头这种双圆盘拖布，边角处理得好，但中间有空隙，拖地效率不算最高。履带式覆盖更完整，但边角的能力呢比较弱，没有绝对好坏，看你更在意哪一点。最后一句话总结，如果你幻想的是完全脱手，让机器人把家里打扫的一尘不染，那它一定做不到。但如果你想要的是家里长期保持干净，灰尘明显变少，生活更舒服，那扫地机器人绝对是个好帮手。就像我家人现在说的那句话，你怎么不早点买？我是小崩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